炽天使米迦勒现身太平洋，对人类发出最后通牒，请国民立刻回到地下避难所。警报！地狱守魔艾米带领天启四骑士现身西太平洋，天启降临。前线军情，大家已派出弑神者小队配合最后一位大侠守护神修魔神临凡抗击天启四骑士，相信我们能够如之前一样平安度过此次危机。前线军情，神王宙斯现身，美洲记录者组织已被覆灭，3大记录员全部身死。前线军情，守护神临凡与天启四骑士死战不退，奈何人力中有中，死于时间之神的偷袭。死亡骑士正在入侵。各位，这里是大夏最高指挥中心，本人是国佐张茂元，这将是最后一条讯息。作为蓝星最后的希望，我们16亿人民齐心协力，打败了海洋之神、狂风之神、天空之神、凛冬之神，以人类之躯战胜神明。可人力终究是人力。雷霆之神宙斯、守魔艾米与天启四骑士，以及米迦勒与天使军团达成合作，联合进攻军距大厦最高指挥中心还有10公里。现在我很遗憾地宣布，人类最后的希望于此时此刻灭绝。请大家走出庇护所，看一眼这美丽的世界，拥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从今日起，这片祖先留下的土地不再属于我们，它将会成为某个神明的神域。从此以后再没有人类，只有人类信徒。为了各位的生命着想，请各位不要抵抗，不要愤怒，对那些神明与恶魔恭敬下跪，主动成为神明的信徒与恶魔的使徒。从此之后，抛弃一切感情，抛弃家人，成为他们的工具。请各位抛弃千百年的璀璨历史文化，抛弃艺术，抛弃诗歌，抛弃爱恨，抛弃亲情与爱情。不要反抗，献出灵魂，侍奉神明，歌颂神明。请各位成为高高在上的神明的私人所有物。只有这样，各位才能活下来，哪怕各位将不再是各位。对不起，我们尽力了。最后，感谢各位这些年的付出与坚持。还有，最后一次祝各位新年快乐。从这一日起，这个位面的历史中，人类这个物种彻底消亡。璀璨的历史，伟大的艺术，足以抗衡神明的科技不复存在，只剩下一群行尸走肉一般歌颂神明的人族信徒。从此之后，蓝星成为神界的附属位面，人类的时钟停留在新纪元0015年，新年的
第一声钟响。教えてよ、教えてよ、その仕組みをほどけない、もう真実さえフリーズ壊せる、壊せない、離れない、あなたを見つけて揺れてゆかんだ世界になんだ僕はきっと僕で見えなくて見つけないで僕のことは今天就要弑神！林凡，你干什么？我刀呢？不对，我被时间之神偷袭了，这是时间之神的把戏。这天不是红色的，天空也没有通往神界的裂缝，这里也不是时间循环的世界。不对，这是真的。我体内的神格、神殿全部消失了。林凡，你在表演吗？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近年海平面上升、气温变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明正在降临，这个世界吸引了一批神明。这一次一定要拯救大家，神明也好，恶魔也罢，就算是宙斯那小子来了，你休想踏进大夏半步。可现在我还是太弱，我一个人还不足以改变一切，必须将这件事情快点告诉高子。喂，雅金，你果然还活着。不要推销，谢谢。你先别挂，我知道咱俩还不认识，但你叫季明生，泸州军区大总管，玄武星金将。你胸口位置有个黑痣，你肚子上有2个枪印儿。你名下的第2作战旅，旅长刘梦发，该旅的火力配置为第3作战旅的火力配置为。这些都是军事机密，你怎么知道的？你是哪一家的间谍？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我们以后会认识。如果非要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未来的神明，大夏第1位守护神，修罗神林凡。现在，你可以把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当成神的预言。目标人物已经确定，林凡现在在冀州一高2 300，这个人物格外重要，我要最快时间找到他，1秒也不能耽误。申请地方部门进行交通管制，所有行动人员荷枪实弹，以防意外状况出现。还有，所有人注意自己的态度，客气一点。记住，我们是去请人的。老子特种一队王海虎为国而战，老子特种一队刘飞为国而战，老子特种兵一队李大为为国而战，为国而战！你们军区总管办公室警卫排办室，闲杂人员闪开。你是林凡同学，金老命令，请您跟我们回去一趟。我有很多话想问你，但现在请你先证明神明的存在。我操！我从15年之后重生而来，3个月后，神明降临，我们将会与从未见过的存在展开一场战争。泱泱16亿，
岂能跪着求活？哪怕死，也得站着死。大夏将与神明开战。我宣布，大夏从现在开始征兵5000万。同胞们，现在国家需要你们。大夏现在处于危难之中，同胞们，有国才有家。这次的确很危险，但我大夏先辈可曾怕过危险？如今我们怎么能怕？我恳请各位为大夏而战，为大夏而战！算我一个，保卫大夏。我也来，我大夏有危险了，那我更得顶上去啊！不当兵后悔一辈子。老板，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说什么说啊？快点，张总在酒店等着我们去洽谈呢。别磨磨唧唧，一会儿你多喝点酒，把张总喝高兴了。首先我告诉你，我不喜欢喝酒，我不喜欢这种每天低三下四陪人应酬的生活。去你的销售员，老子当够了，我这辈子不想死在酒桌上。既然是个男人，那我就要抱着枪为大夏死在战场上。操！今天合同先不谈了，大夏征兵，国家有危。等等我，咱俩一块儿。从今儿开始，我先教你什么叫爱国。下车！从今儿开始，你先给我当兵去。一枪炮迎感谢你们唤醒我，你们将会是我的营养。一级战斗准备。那是什么？起火！那些不是我们今天刚送来的新兵吗？难道你们要违抗命令吗？他们肯定也希望我们开枪。我的计划，我为大夏做的已经足够了。应该安全了。你们杀死了我心爱的傀儡们！起火！现在人类都已经掌握这种武器了吗？不过这种武器还是太弱了，我可是狮王将臣。狮王，将臣，司徒侯，给我挡住他们5分钟！所有人，跟我冲！火力部队准备轰炸，不管用什么办法，给我顶住！只要5分钟！不许逃走！老子才不会逃跑！比恶是吗？老子比你更恶！你们都给我住手！住手！这是命令！特种一队王海虎为国而战！老子特种一队刘飞为国而战！老子特种兵一队李大为为国而战！为国而战！
渺小的生命也敢与我为敌？一说到司徒红目睹了部下为敌党失望，勇敢赴死，在极度悲愤中觉醒的神格，江辰欲尽快将其抹杀。渺小的生命也敢与我为敌？你得死！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不要想着投降。你也配杀死我？如果是你全盛状态，我无法杀死。但现在，你很虚弱，而且杀你的也不只是我一个。弑神军第一小队，开阵！大地九阳，起！道门道万千，背生阴阳轮转八卦盘，集日月精华，九天地火炼化邪祟。还不够。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入门莫不知，凭借文字勾动天地之力，上一世凭借一人之力绞杀神明100万信徒大军。飞流直下3000尺，一世银河落9天。星夜，末隐星落门唯一传人，其速度世间无双，前世败于暗月之神手下，死前留下巾帼怒吼。若再给我5年，就算是神明，又怎能入我大夏半步？跪下！此时的江辰面对一个个强敌，已然心生退意，尤其是那个尚未出手的白发少年，给他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直觉告诉他要尽快逃跑。王虎，形意拳传人，权力无双，和其余人一样，在灵凡传授弑神屠魔功后，可撼神明。阿弥陀佛。悲悯，佛门中人，一手降魔棍法，可谓是开山烈士。小僧今日就普渡你这冤魂。阿弥陀佛。此时，众人看到无数的血气向江辰涌去，心里也开始慌乱起来。虽然刚刚仅仅只是发出一击，但由于他们是刚刚觉醒，那些已是他们的全部神力。渺小的人类，你们竟敢试图杀死我！
我可是狮王江辰，你们的生命将会成为我的赢。有完没完？废话怎么这么多呢？什么？这就结束了？赤神军第一小队，战斗结束。林凡凭借前世记忆早已突破至半神层次，便对刚刚觉醒还很虚弱的江辰自然是手到擒来。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场战斗直播已传遍了整个蓝星，各国各持己见，新的危机正在降临。不要乱动，让我来动。你身体怎么一直在发抖？你不会有什么救急吧？有隐疾你就说出来，我帮你。我没隐疾，你按的有些太大力了。总指挥长，我可以先回去吗？啊？为什么？宁凡忽然想起来，在未来有一条小道消息，大夏守护神星夜体质敏感，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环境的变化，温度、湿度，哪怕一丝空气的流动都能够轻而易举地捕捉到，唯独有些方面更加敏感。啊，快去快回，记得我刚才对你的引导。回来之后继续运转大周天。在与江辰大战之后，众人都感受着此次战斗带来的感悟，对于自己的实力都有了非常的提升。这就是老祖宗说的内力吗？这种力量，我感觉自己能一拳打死一头牛。老祖撑不起我。之前我的拳法虽然刚猛，但现在看来简直软弱无力。这种力量，或许真的能与神明一战呢。阿弥陀佛，我佛慈悲，这一次且容贫僧普渡神明。这些古物传人已经开始用弑神之力催动古物。这一次，大夏走在了神明之前，历史终于从这一刻开始改变了。那么接下来，就让历史彻底变化。此时，司徒红还沉浸在部下牺牲的痛苦中。他们就那么……你应该能感受到，你体内有一股力量吧？你走上了一条成神之路。成神之路，通往神明的道路。一旦走完，那就是生命层次的提升。如果你真的愧疚，再也不希望经历刚才的绝望，我可以同意你加入弑神军。我愿入弑神军。好，之后我会将弑神屠魔功也传给你。不过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没有修炼过古武，现在修炼也来不及了。体内经脉未开，所以你的修炼会有些缓慢，而且很痛苦。能比目睹同胞死在眼前还痛苦吗？教我。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怎么了，金老？又出事了。014区那边有个叫王家村的渔村，有点难办，你自己过去看看吧。不过也不用担心，情况虽然麻烦，但没什么危险。别说什么危险不危险的，反正我不可能走。草爷子，怎么称呼啊？林凡挂断电话后，火速赶往王家村，害怕又有诡秘提前苏醒，结果只是为了抵御神明铸建的钢铁长城，需要村民搬迁远离海岸产生的纠纷。王护国见过总指挥长。当过兵？元过朝。您老既然当过兵，那有些事就好说了。我们在这里建设钢铁长城，就是为了阻挡降临的神明，哪怕拼尽全力，也不会让神明踏入大夏一步。但我们也要做好第二手准备。神明拥有的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大。总之，继续待在这儿可能会很危险。您要是对拆迁赔偿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出来，适当条件内我可以给你们上涨一些。
这不是赔偿的事儿。总指挥长啊，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少说也得有个几百年了吧？在这几百年里，难道就没有敌人了吗？别的不说，我爹那一辈人就遭受了鬼子入侵，我爹他们也不是什么八路，但照样拿着鱼叉和土枪当武器，跟他们玩命的干。后来我去元朝，我娘只说了一句话：儿啊，使劲儿打，不能让他们踩上咱们的地。我王家村人数不多，但也在这生活了几百年，凭啥那傻子神明一来我们就得跑啊？鬼子都没能让我们跑，我们为啥现在就得跑啊？反正我不跑，大不了就拿着鱼叉跟那傻子神明干了。这徒弟可是带血呀！跑？我们能跑哪儿去啊？啊，这是我们的家呀！你们都没跑，我们也不能跑。这是你们要保护的大夏，也是我们要保护的土地。听到他们的话，林凡沉默了。没错，这是大夏的土地，他们退又能退到哪里去？唯有以血肉之躯迎击神明。从今天开始，最高指挥中心设在钢铁长城内部，要死，我们军人第一个死。如果真被攻破长城，如果神明踏入大夏一步，那除非是我死了，我就是要告诉所有人，只要我们还活着，大夏神明尽入。城破，宁死！城破，宁死！宁死！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就是要告诉所有人，只要我们还活着，大夏神明尽入。城破，宁死！城破，宁死！宁死！上集说到，林凡解决完王家村的纠纷后，接到了商伟天的消息，得知建设钢铁长城所需的钢材已从各国手中买齐，但是各国却妄想大夏签署割地协议作为巨额货款。紧急情况下，负责处理大夏内外一切资源调配的商伟天只能独自前往公海参加诸国会谈。你们崛起的速度太快了，其实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可再让你大夏成长下去，我们在座的诸位，我们身后的国家，谁能睡好觉？早就准备好了，签吧。瓜分的可真好啊！归田国要倾城，不列颠分走港城，自由国分走澳城，你们早就拟定好了吗？商先生，不要说的那么难听，是租啊，请注意一下你的用词。我们并不是强盗，我们只是希望大家不要用自由国国债来支付钢铁资源的货款，而是用租赁权来支付。100年而已，这种事情你们不是第一次经历了，不是吗？此时的商伟天想到100年前也有一位老人遭受如此耻辱，但如今的大夏早已不是任人宰割的软柿子，如今的大夏不怕任何人。商伟天不禁自豪地放声大笑。聪明点吧，我知道你肯定不愿意，但你觉得我们既然在公海组织这个会谈，会没什么准备吗？今天你出现在这里，就代表着大夏这个割地条约，你签也得签，你不签也得签。操！
自己的手臂拦住他。手臂没断。大夏人真是有骨气呀！但还是那句话，今天你签也得签，你不签，嘿，我知道你不怕死，你们大夏人都不怕死，但真以为我们没准备吗？看看那里是什么？如果你拒绝签字，我知道你们大夏人不怕死，但你同胞将会遭受无妄之灾。我也知道你们大夏的军事力量现在很强，但真能与数个大国为敌吗？或者就算能够撑过去，在大夏进行防御反击之前，你猜我们能够摧毁你们多少个城市？如果你拒绝，你将会是大夏的罪人，你将会是害死无数同胞的元凶，你将被钉在大夏的耻辱柱上。这一切都将是你拒绝签字造成的。你们大夏人不怕死，但我也知道你们大夏人很团结，团结到不希望同胞去死。被我们租赁100年，总比让那些城市沦为废墟要好，不是吗？至少你的那些同胞还能在我们的管辖下安全地活着。我说的对吧？现在签字吧。要不你干死我好了。你就不怕？与大夏开战？你们配吗？我一个人可能害怕你们，但大夏14亿人怕你们啊？这些战舰但凡有一丁点能打入大夏国门，我商尾天3个字倒着写。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既然这样，就让你看看到底能不能打入你大夏国门。哼！修罗神术，无尽修罗斩！开战是吗？那就看看能不能接下这一刀。如果结局精神惨烈，或许在你心中破解。修罗神术，无尽修罗斩！开战是吗？那就看看能不能接下这一刀。这怎么回事啊？等等，那是一个人，一个大夏人砍出了一刀，一刀分开乌云，分开海洋，分开战舰，这怎么可能？他站在海面上，第一次见面有些失礼，毕竟我们大夏国有句话叫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我们大夏还有一句话叫做犯我大夏者，虽远必诛。炮口指我大夏者，欲要入侵我大夏者，来一个我杀一个。那是谁？那是我大夏的人呢，你们完了。总指挥长，你可算是来了。现在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怎么威胁我啊！威胁大夏！跑什么？都给我回来！都给我回来！炮轰大夏呀！你把刚才说的话
再重复一遍。商先生，你没事吧？商先生，可不要记恨我们，我们实际上都是跟您一起的。之前都是那吉尔花言巧语、威逼利诱来逼迫我们跟他站在一起的。我们是大夏最坚实的盟友啊！商先生，实不相瞒，其实我的血里有1/8的大夏血脉，我们是同胞啊！那该死的吉尔竟然让士兵打你，他可早就该死了。哼，没错，那吉尔竟然还想让您代表大夏签订割地条约，这是在侮辱我们大夏，我早就看不下去了。商先生，您可千万不要误会，我不列颠并不想租港城，实在是吉尔仗着自由国的实力逼迫我们。果然呢，弱国无外交，什么纵横捭阖，什么国际权谋，说到底我还是看谁强大嘛。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大夏不再是100年前的大夏。当你们发现大夏已经崛起的时候，当大夏已经展露力量的时候，你们再想讨好大夏已经晚了。辛苦了。嘿，你可算来了，再晚来一点我怕是要被打死了。不过晚来一点也好，他们对我大夏的态度我大夏已经知道了。在接下来的危机中，他们不配做我们的盟友，大夏孤立无援。这些回去再说。喂，重复一下最后的话，忘了吗？我提醒你一下，你刚才说要炮轰什么？饶命啊！这好歹也是自由国大使，咱们现在也要注意一下国际影响。没错，我是自由国的大使，我身后是自由国，你大夏若是敢杀我……我是自由国的大使，我身后是自由国，你大夏若是敢杀我……敢杀你，然后完了，你知道这一刀会造成多么大的国际影响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句话：犯我大夏者，虽远必诛。今天吉尔死了，日后只要再想犯我大夏，且问我的刀。现在你们该做什么，知道了吗？100年前，高高在上的诸国大使逼迫大夏签订丧权辱国的割地条约，而如今大夏面前再无人站立。其实按照我的意思，你们这些家伙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杀了就是。不过商先生刚才给你们求了情，说要什么考虑国际影响。谢谢。所以这次大夏的支付，你们有意见吗？没意见。大夏支付的自由国国债完全能涵盖这些钢材了。自由国要是不给我们钱，那我们就跟自由国算账，反正我们跟大夏是两清了。其实我们本来也没意见，都是那吉尔，该死的吉尔。都没意见就好，你们可以走了。不过你们最好记住，如果下次还有人挑衅大夏，虽远必诛。还不走？这船是他们的。什么？那个不好意思，搞错了，我们走，不用送。不过你砍了吉尔，这件事情有些麻烦了。放心吧，如果大夏是100年前，那我刀砍吉尔，大夏人会死伤惨重；如果大夏是50年前，我刀砍吉尔，我会死，
如果是大夏20年前，那我倒看吉尔，自由国会把这件事情宣传得人尽皆知。而现在，这件事，自由国敢说出去吗？我懂了。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无法理解，但也很好理解，就是只要你够强，那么再复杂的事也很简单。糟了，公树迷出事了。一名少女只因买菜砍价太过激动，便觉醒出火焰异能，且具备了短暂飞行的能力。网友们看到这段监控，众说纷纭。不是吧？都什么年代了，还指望用这种特效骗人？这不是特效，人在现场，上新闻了，真不是特效。虽然不信，但之前连将臣和神明都出来了，飞个什么天的很正常吧？这么一说，似乎还真有可能是真的。别闹了，怎么可能是真的？人怎么会喷火呀？小说看多了。我操，这是青城菜市场啊！这是我同学。你同学叫什么名字啊？看到这条评论，林凡脸色一变。封锁这个自称同学的提问和 IP， 清查全网，禁止任何人评论。不，删掉所有流传的视频。这是异能者。果然，不只是狮王将臣的复苏提前了，就连异能者也提前出现了。异能者，简单点说，就是因为神界的气息传入蓝星，导致一些人类拥有了某些能力，要么身体发生变化，要么掌握类似神明的能力，操控元素。现在必须立刻过去一趟。异能者出现在境内，无论对于哪个国家来说，无疑都是好事。这是超强实力的表现。不同于弑神君稳扎稳打的修炼，异能者没有具体的修炼路径，全靠随缘突破。这不是稳定的力量，但却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第一批异能者的出现，更是让任何国家疯狂。把他的位置发给我，战斗人物全部调动，保护好他。林凡不停地给负责那一片区域的公输迷发着消息，但是没有一丝回应。快点，再快点，回消息啊！你不要过来！我警告你，你不要过来啊！我很厉害的。你冷静一下，我不是来抓你的，你真没必要跟我动手。我不信，你肯定是要把我抓去切片研究，我才不信你！少女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莫名其妙的自己就拥有了控制火焰的能力。但还没等到她冷静下来，她就发现3个神秘人将她围住，随即她就开始跑。她不是没试过寻求帮助，她也逃往警局寻求庇护，但那些黑衣人竟然也拥有匪夷所思的能力，宛若杀神一般，将整个警局都夷为平地，血流成河。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别闹了，我好不容易用几个人偶误导了那些家伙，才争取来这点时间，不是来跟你闹的。看看我到底是谁。公署名隶属是神军第1小队，我们祖师爷公输班传人，擅长墨家机关术。上一世墨家机关术在神明战场大显神威。你真是大夏官方的人？废话，我是来保护你的，所以跟我打什么呀？坐上去，我带你快点离开这儿。只要去了指挥中心，你就安全了。现在有人盯上你。这下有点麻烦了。十几个战斗人偶真是差点拖住了我们。不过大夏国的机关术看来也不过如此。就是他们要抓我，之前的警局也是他们造成的。就这点力气？你太低估我墨家的机关术了。够了。你很不错啊，能死在我凤凰社手里也不算你弱。
机关遁术。放心，我会保护你的。你还是太弱。3打1，还他妈9品、8品都出来了，有脸说我这个7品的？这么看，你和大夏的机关术其实也挺厉害。既然这样，更不能让你活了。这次我来保护你。天赋不错，没白费力气抓你。我来保护。死就死，18年后，老子还是大夏好汉。你们烦了。我大夏有句话叫做“有朋自远方来，必诛之”。你敢杀死夏儿，该死的大夏人，死吧！你到底是什么级别？半神。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是半神！我凤凰社最强的4人才9品，不如谈个交易。我的诉求就是踏入大夏者死。别杀我！好了，安全了。